和江明琛结婚1个月了，他却一直躲着我走。虽然在结婚前我就和他讲好了，我们只是商业联姻，等时机成熟我会和他离婚的，但他也没必要避嫌到如此地步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毕竟我还要忙着回去干翻我那继父和他的蠢儿子。我打开衣柜，挑选明天去见合作伙伴的衣服。我凝神挑了挑眉，我最常穿的一件白衬衫不见了。这几天我不见了许多贴身衣物。我盘查过家里的钟点工，刚问完话，他就下跪磕头，说不可能是他，他不敢的。我连忙将他扶了起来。确实，我和江明琛都是豪门权贵，没有哪个蠢货傻到来我们家就为了偷我几件衣服。我将怀疑的目光移向江明琛，每当我想问他话时，这个高大的男人都会红着耳朵低头跑进房间。这个 Alpha 太难抓了，感觉打他一拳他会哭好久。算了，几件衣服而已，如果真是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癖好，我尊重祝福。我躺回床上，刷着同城的帖子，一个热帖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芋泥手喷手，联姻的 Mega 太凶，一杆7块来了，我该怎么办？联姻。我看了看地址，龙城华府，我住的高档别墅区。我感兴趣地点进帖子，看见楼主的哭诉，联姻对象是以前上学时的学长，没分化前一个人打5个 Alpha， 全校没人敢惹他，是所有 Mega 的男神。我们俩要是打起来，我只有被揍的份。结婚第一天他就冷着脸说以后要跟我离婚，我差点心梗。一杆7块到了，只敢偷他几件衣服，闻闻味道缓解一下。不过我老婆的信息素真好闻，应该可以这么叫吧，害羞。最近我有点忍不住想咬他的脖子，但是我不敢，怕挨打。哭。看了帖子我不禁怔住了，这描述对象好像是我自己。原来江明琛拿我的衣服是去做那种事了。一杆7，我都快忘了 Alpha 还有这个时期了。自从分化为 Mega 后，我连发情期都是靠打过量抑制剂来度过的。不过我对他有那么冷淡和可怕吗？我看着帖子里的感到些许好笑，或许我也可以开一个帖子，标题就叫有一个哭包 Alpha 老公怎么办。下面是一群网友的回复，哟，难得一见的林管严，你跟你老婆的性别分化反了吧？笑死，建议去医院再检查检查。龙城华府不是只有霸总才住得起的地方吗？怎么还有哭唧唧的小奶狗啊？哈哈哈哈！一个人打5个 Alpha， 这个 Mega 太生猛了，我靠！建议楼主乖乖躺下，让 Omega 主动爱。刷新了一下帖子，江明琛还在继续发，求求家人们别开玩笑了，各位 Alpha 快给我出主意，我的一杆7好像真的来了，要命！想到刺我的江明琛正裹着我的衬衫，忍耐着一杆7，我不禁感到抱歉。联姻对象是我自己挑的，现在我却不负婚姻的责任，好像不太好。按 A0 法规定，婚后伴侣有义务帮助另一方度过一杆期和发情期，不然是可以上婚姻法庭的。要不发消息让他过来再拿几件我的衣服。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分化为 Omega， 所以不太能接受被标记，更何况我们俩并没有什么虚幻的爱情，一场商业联姻罢了。我回过神，发现江明琛回复了一条评论，世界第一大猛 A 给 Mega 下安眠药，拿绳子把他绑起来呗，到时候把他标记了，他就反抗不了了。我皱起了眉，心里不顺，怎么办？想报警了。江明琛回复，啊，认真的吗？老哥，你这样不太好吧？不过我试试绑绳子吧。我挂在嘴边的笑僵住了。江明琛，原来你是这种人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千挑万选出来的 Alpha 是个人渣，亏我刚刚还心软。门外传来敲门声，我冷眼望去，下床掰了掰手腕，跳了几下。好久没揍人了，今天直接让他断子绝孙吧。我冷着脸开了门，正准备左勾拳过去时就怔住了。身材高大面容清俊的 Alpha 此时脸上正泛着不正常的潮红，他双眼闪着水光，迷离的看着我，举起被绳子捆住的双手，声音颤抖着说，哥哥，你想怎样都可以，帮我度过一杆期就行了，好难受，我把自己捆住了，不会对你做什么的。帮帮我
我的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，看着面前的 Alpha， 眸光变得暗沉。原来绑绳子是指把自己绑住。一个不会反抗我的 Alpha， 我弯腰拿起了绳子的另一头，轻轻一扯，就将他带进了房间。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江明琛的性激素，淡淡的、甜甜的，毫无攻击性，却黏腻的粘着我的肌肤。那味道就像是我表妹最喜欢喝的芋泥波波奶茶。我尝过一口，有点腻人，就像此时他被绑着的双手攀在我的颈后，灼热的呼吸洒在我的耳郭上，黏糊的厉害。感受到他的躁动不安，我的手从他的胸膛一路抚摸上他的脖子，他亲昵的蹭着，毫无防备。我勾着唇，一下收紧了手。他的性激素忽的一滞，脸色涨红，喉结在我的掌心快速滚动。他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泪珠，不解的看着我，带着点委屈。这个 Alpha 漂亮的过头了。江明琛没有反抗。Alpha 的性激素天然对 Omega 有压迫感，特别是没有被标记过的 Omega。自从分化为 Omega 后，我已经感受到自己身体的素质下降了很多。此时如果江明琛对我有任何反抗意图，那么他的性激素可以轻而易举的将我压制住，迫使我放开他的脖子。而那时我就会拿出藏在枕头下的武器，放在他的太阳穴上。他很幸运，他的性激素没有任何动静，依然黏糊糊的粘着我的全身。我握着他脖子的手慢慢收紧又松开，看着他被我掌控在自己的手掌中，心里升起奇妙的快感。我现在很愉悦，驯养一只 Alpha， 这是多么让人战栗的事情。本想着安稳度过这段时间的我，突然对他感兴趣了。我缓缓贴近他的耳朵，江明琛，以后当我的狗。已经被易感期折磨的没了神智的 Alpha 只是懵懂的看着我，因为急切的想得到我性激素的抚慰而胡乱点着头。我满意的摸了摸他的头，他歪着脑袋在我的手心蹭了蹭。Good boy， 乖狗狗，可以得到奖励。我将它放在我颈后的手拨开，露出 Mega 最脆弱的腺体。江明琛的眼睛泛红，可怜巴巴的望着我的后颈，却不敢上前。我点了点自己的腺体，咬吧。得到命令的江明琛迫不及待的将脑袋埋入我的后颈。我闭上眼，感受到尖利的牙齿刺破我的腺体，先是一阵刺痛，然后是性激素注入的肿胀感，浑身一阵酥酥麻麻的。我揪住江明琛的头发，狠狠的扯了一下，他发出呜咽一声。我声音里掩着闷哼，一向清冷的嗓音此时却沙哑了。轻点。他停了下来，小心的舔舐了一会儿，痛感瞬间缓解，遂又将性激素缓缓注入，我的性激素被勾了出来。房间里甜甜的芋泥波波奶茶与苦涩的黑咖啡的香味交织缠绕着。第二天醒来，高大的 Alpha 的脑袋还埋在我的颈窝，昨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们就躺上了床。不过我只允许他对我做了最简单的临时标记。我摸了摸有点肿胀的腺体，踹了江明琛一脚。被标记的时候就像被一条狗咬了。看在你是我的狗的份上，我原谅你了。如果我是 Alpha， 我要将全天下的 Alpha 通通都标记了。江明琛被我踹了一脚也没醒，易感期的 Alpha 最是脆弱，特别是头1-2天。我瞥了他一眼，拿被子将他裹上就出了门，像极了那些电视剧里吃了不认的豪门霸道总裁。今天还有更要紧的事情，我拿出手机打给了助理小张，来接我去西山茶馆。对了，帮我查一下一个叫世界第一大猛 A 的账号，如果有违法犯罪行为就把他举报了，我一会儿把账号发给你。好的 boss， 还有其他吩咐吗？我望了下房门，舔了舔嘴角，再帮我带一杯芋泥波波奶茶，多加点糖。啊，好的 boss。 我愉快的勾起了嘴角，苦涩的黑咖啡喝多了，试试甜甜的奶茶好像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我盘腿坐在桌子前，室内茶烟袅袅，很是惬意。茶艺师泡完茶后退出了茶室。谢欣，你确定不是来踢馆的吗？在专业茶室喝奶茶，哈哈，这是你的什么新品味？难道分化为 Omega 后连口味都变了？面前的男人与江明琛有6-7分相似，但是没有江明琛漂亮的脸蛋。他的轮廓更加深邃锋利，眉毛上扬，眼含金光，
说话时掷地有声，是天生的 Alpha 领导者。他是江家的第一顺位继承人，江明琛的亲哥江明廷，也是我大学时的好友，最近才回国。我垂眸轻抿了一口茶，奶茶甜的腻人了，喝不下，淡淡说道：少废话，之前跟你说的那个计划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入股？江明廷正了脸色，卸任，我相信你的能力。你家那糟心事也实在是恶心人，你的商业计划书我看了，很有价值，兄弟我跟你一起干。豪门圈子里没有新鲜事，无外乎就是我父亲出轨，顺便还带了个比我小半岁的弟弟回来。只是我的 Omega 爸爸跳楼自杀了。我沉下目光，咬紧牙关。我永远记得爸爸望向窗外时绝望麻木的眼神。被完全标记后的 Omega 再不能脱离 Alpha 的掌控。那天，爸爸像一朵玫瑰花一样躺在了地上，红色的血蔓延，他绝美的容颜上带着微笑。他解脱了。被完全标记的 Omega 如果发情期长期没有爱人信息素的抚慰，就会产生信息素紊乱，继而抑郁自残。我爸爸是被我的 Alpha 父亲和那个小三生生杀掉的。那时的我控制不住的嘶吼着，拿着剪刀要捅了那3个人，我的 Alpha 父亲却像捏住一只狗一样掐住我的脖子，将我甩在一边，让我毫无反抗之力。那时我的心中竟然只有恐惧。他说我犯病了，把我关了起来。1个月后，我被放了出来，戴上假面，盯着顺利上位的继父和蔼的笑。我亲切的喊他爸爸，把他吓得差点摔倒在地。我越是优秀，就显得小三带回来的儿子越是蠢货。我扮作好儿子，将集团里的事务摸透，暗中与公司里的股东往来。可惜一切都败在我分化为了 Omega， 而那个蠢货弟弟是个 Alpha。继父的耳旁风让我父亲想起了我的疯狂，一本圈内有权有势家族的 Alpha 名单手册被甩在了我的桌前。当然，他们都是家里的次子，继父不会让我过得太好。在无奈之下，我听了江明廷的话，选了他的弟弟，我的学弟江明琛。那个还没分化前被5个 Alpha 围堵，泪眼巴巴的看着我的小可怜。我勉强对江明廷挤出一个笑，欢迎你的加入，不过我需要你推1个人到台前，我继父还盯着我，我怕打草惊蛇。这个不是问题，他话锋一转，语气玩味，你跟我弟弟处的怎么样了？他从小被教养长大的，你这暴力狂可别欺负他。我在腺体处贴了阻隔贴，所以别人感知不到我身上有江明琛的信息素。想到那个乖乖的被我掐住脖子的 Alpha， 我不自觉的露出了友好的笑容，相处的挺好的，你弟弟很乖。江明廷打了个哆嗦，谢金，你这样笑我害怕。和江明廷探讨了一下午的合作事宜，直到晚上吃完饭，我才被助理小张送回家。家里每天都有阿姨来做饭，此时桌子上的菜已经凉了，都还没人动过。我望向阿姨，江明琛没下来吃饭吗？我没找见江先生，不知道是不是出去了。江明琛的一杆气才刚开始，恐怕是没有精力出去的。我上楼打开我的卧房，本该在床上裹着被子安然入睡的江明琛却不见了。我又去了他的卧室，同样没人。我无奈的抚住额头，一杆气的 Alpha 的心思你别猜。我叫了几声他的名字，才听见有动静从我的衣帽间里传来。我推开房门，原本码得整整齐齐的衣物被皱巴巴的堆叠在一起。我弯腰扒拉了一阵，成功捕获了一只正在筑巢的 Alpha。江明琛全身裹着我的衣服，脸红扑扑的，身上甜甜的奶茶香包裹着苦涩的咖啡香，形成奇妙的味道。他看见我就一下子扑了过来，像是大狗狗见到了主人回家，扑了我满怀。如果是平常，他是绝对不敢靠我这么近的。他的声音沙哑黏腻，手抱上我的腰，哥为什么出去那么久？ Alpha 对自己 Omega 强烈的占有欲使他的信息素把我牢牢包相助。我也不禁有点动情，声音软了下来，有事。可是哥，江明琛的声音突然变得危险起来，为什么你身上有别的 Alpha 的味道？他的指尖魔掌着我腺体上的阻隔贴。哥不喜欢我的信息素吗？为什么要故意把它遮起来？我的眸子逐渐冷了下来，江明琛过界了。我伸出手捂住他的口鼻，五指慢慢收紧，冷冷的开口，
江明琛，我给你你才能要，至于我和谁在一起，你不能管。我撩起眼皮看他，他因为窒息感脸色涨得通红。他微微点头，手掌心传来如湿的感觉。江明琛讨好的舔了舔我的手掌，我松开了手，他眼尾泛红，委屈的看着我，我错了，哥，那今天可以一起睡吗？我温柔的开掉 Alpha 眼尾的泪花，看着他惊喜的表情，我带着恶趣味的凑近他的耳边，不可以，这是对你的惩罚。看着高大的 Alpha 在我的捉弄下低垂着头，像条失落的小狗，我愉悦的笑了。第二天我就笑不出来了。江明琛把我的衣帽间里每一件衣服上都裹上了他的信息素，浓烈的离我3米远的助理都感受到了。小张是个贝塔，虽然他闻不到信息素的味道，但浓烈的 Alpha 气息让他不安稳的开了一路车，还差点闯了红绿灯。没有谁会这么没有公德的在大街上胡乱的释放自己的信息素。没有，除了一杆漆有病的 Alpha， 我臭着脸往身上喷着香水。该死，这简直就像被狗撒尿标记了，让每一个靠近我的人都知道我有 Alpha 了。早上我想逮住江明琛揍他一顿，却找不见人。该死，居然忘了让小张帮我带一套新衣服过来，真是被气晕了头。和我见面的江明婷讶异的看着我，没想到你和我弟弟相处的还挺好。我皮笑肉不笑的看着江明婷，我回去会好好疼爱他的。和江明婷议事1周后，我和他却登上了热搜。卸任勾引大伯哥，旧情重燃。豪门虐恋爱你，就嫁给你弟弟。江家次子成为豪门最大绿帽侠。配图是偷拍的我和江明婷进出茶室的照片，以及我俩大学时的合照。光是想想，如果是和江明婷结婚被标记，我就恶心的想吐。我面无表情的和江明婷通话，我继父买的热搜，他果然盯着我，不过误会了也好，他那个脑子果然想不出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了。江明婷语带笑意，我倒是无所谓，不过我弟弟不跟你闹。不要小着 Alpha 的占有欲，你跟他好好解释一下吧。想到这几天被我养的已经很听话的 Alpha， 我扬了扬眉，语气自信，他不会。然后江明琛不见了。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我一拳砸在墙上。一杆期结束了，所以就可以乱跑了，是吧？这种自己的东西失去掌控的感觉，让我的心里无端生出一股暴虐，就像被我的 Alpha 父亲掐住了脖子一样，手指关节被我捏得发白。我不在乎。我垂下眼眸，拿出一罐奶茶糖倒进嘴里，咬得嘎吱作响。转眼我就拿上车钥匙，在马路上飙起了车。他逃不掉的。我狠厉的看着地图上的小红点，我趁江明琛睡觉时，在他的手机里装了定位系统。到了地方，透过车窗看见面前奢靡腐败的酒吧，我舔了舔嘴角，希望江明琛别让我失望。酒吧经理一路引着我到江明琛所在的卡座附近，他正和一群圈子里的二代坐在一起，我那个蠢货弟弟谢特也在。快靠近时，我挥了挥手，让经理去忙自己的事情，我倒要看看我的小狗来这干嘛。我找了个和他们相隔不远的卡座坐下，拿着酒杯晃悠着。透过橙黄的液体，我看见江明琛被周围的人灌了一口酒，脸上满是痛苦的神情。他修长的脖子染上了一层薄薄的粉色，漂亮的厉害。我直直的盯着江明琛的脖子，双腿交叠，不自觉的滚动了一下喉结，好想掐上去，再把碰到他的人的手脚都砍断。我抿了口酒，努力控制自己快要按捺不住的冲动。不听话的小狗，他果然还是更适合被我带回家喝奶茶和咖啡。富家子弟所在的地盘要安静得多，我隐约能听见他们的对话。我的蠢货弟弟谢特坐在江明琛的旁边，起哄的最厉害。江明琛，你娶了谢人那个暴力狂 Omega 不好过吧？给我们大家伙讲讲呗。哈哈，江明琛闷头抿了口酒不说话。不会是在家被打成傻子了吧？江明琛盯着酒杯里的液体，半晌开口说道，谢任哥对我很好。哦，谢特凑近，谢浩对你那么好，你还跟我们出来喝闷酒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讲讲呗，哥哥们给你分析分析。看着谢特靠近他，我禁不住又往嘴里倒了几颗奶茶糖，嚼得嘎笑作响。等会我要用信息素把江明琛的全身上下都洗一遍。
江明琛微微躲开谢特，声音沙哑：“真没什么事，就单纯想喝酒了。”一旁谢特的狗腿子突然拿着手机，阴阳怪气的惊呼：“天啊，明琛哥，谢任怎么跟你哥在一起啊？这热搜第一说他俩天作之合呢，还说什么你是绿帽侠呢？尊嘟假嘟。”江明琛的脸瞬间变得苍白，我眼神幽暗的看着谢特，自导自演的挺会。谢特加紧马力往江明琛心上插刀，我就知道谢欣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没有，他没有。江明琛嘴里不停喃喃着，他就有。这个臭 Omega， 闭嘴！江明琛渐渐抬头，深黑的眼珠对上谢特的眼睛。他爹的，就一水性杨花的男的，还勾引你哥，我呸！我看他就是为了攀上江明廷江家太子若的身份，他就是瞧不上你。我让你闭上你的臭嘴！砰！谢特被江明琛一拳揍翻在地，桌上的酒瓶、酒杯稀里哗啦的落在了地上，砸了个稀碎。四周浓郁的奶茶香瞬间扩散开，平日里淡淡的毫无攻击力的信息素镜变得刺鼻起来。好几个 Omega 发出尖叫，被酒吧的工作人员带着离开了这里。但这信息素对我却没有敌意，甚至缠着我的身子，让我浑身不禁有点发软。倒在地上的谢特红了眼，他狠狠地擦了一下嘴角的鲜血，对着江明琛怒吼：“他爹的，你有病啊！江明琛，不去打谢任，你打老子干嘛？老子又没有出轨。”江明琛低垂着头，让人看不见他的眼神。他缓缓拿起旁边的酒瓶，慢慢划过桌面，发出哦嗷的声响。谢任是我老婆，没人可以说他。他想怎样就怎样。我的心突然漏跳一拍，江明琛提起酒瓶，一下子砸在了谢特的头上，瞬间谢特的脑袋开了花。爽！江明琛把我16岁就想干的事给干了。场面渐渐混乱起来，谢特的小弟跟着一起打起来，不想惹事的二代直接跑路。酒店经理在旁边求爷爷告姥姥，却不敢靠近。这里各种 alpha 信息素混杂，而高等 alpha 的信息素有天然的压制力。期间夹杂着谢特的几声怒骂：“我靠，谁他妈踹到老子屁股上了？去给我打江明琛啊！他爹的，也没谁告诉我，江明琛这小子分化过后这么能打啊！我也没想到江明琛这么能打，眼前的他和被我掐住脖子红着眼求饶的小狗完全是两个人。我那蠢货弟弟被江明琛逮着揍得起不来身，再打下去，如果出了生命危险的话，江明琛会很麻烦。因为有江明琛留在我身上的信息素保护，我勉强走进了这片地方。江明琛，够了，我淡淡的说道。简单的一句话，江明琛打人的动作停了下来，谢特的几个小弟更是浑身抖了一下。这里的 Alpha 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被我揍过，以前在路上看见我都缩着尾巴喊我哥。谢谢。你怎么在这？谢特喊破了嗓子，江明琛默默的又补了他一脚。他眼眶红红的转过头，走过来抱住我的腰，乖巧的把脑袋放在我的颈窝处。哥，他们打我，好疼。然后是冰凉的泪滴落在我的颈窝处。演技很好，我很喜欢。我摸了摸他的脑袋，一口咬在了他耳垂上。等会儿惩罚你。他闷哼一声，也不动，只是耳朵慢慢变红了。他爹的，你俩搁老子面前演偶像剧呢，还不把老子放在眼里了，好丑。我的视线慢慢移到蠢货弟弟的脸上，一脚踹了过去。这只聒噪的癞蛤蟆终于没了声，昏过去了。我朝周围呆住了的几个 Alpha 扬了扬下巴，还不把他送到医院去，等着替他收尸呢？啊！是，我们这就把他抬走。谢特的小弟们终于清醒过来，抓着他的手脚，以黑人抬棺的姿势溜了。我扯着江明琛的领带往外走，他乖巧的跟在后面，信息素也收敛了，半点没有刚刚打人的样子。上了车，我双手捏了捏江明琛的脖子，看到他脸色涨红，心里升起一股满足的安全感。我亲上他的喉结，听他发出难耐的声音。车厢里全是苦涩的咖啡香，我的心不停的鼓动着。我磨了磨牙齿，凑近他的脖子，让我标记你。只有被标记了的小狗才不会乱跑。江明琛喘了几下，
眼神带着蛊惑人的劲，低低的应着。我舔了舔嘴角，我将会是世界上第一个标记 Alpha 的 Omega。我不禁兴奋起来，一口咬上了江明琛的腺体。Alpha 的腺体没有吸收信息素的功能，江明琛痛得哼出了声，有血流了出来。我擦了擦嘴角，放开了他。我是你的人了。江明琛委委屈屈的看着我，眼里包着泪。真是个小哭包。他凑近，将头埋在我的颈窝里。其实我第一次闻到那个信息素就知道是我哥的，但你们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他抬眼泪汪汪的望着我，像路边等着被人捡回家的小狗。太犯规了。我移开视线，竟有些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从来不需要对别人解释什么。我咳了一声，别扭的说着，我跟你哥是在谈正事。江明琛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身后就像有尾巴在疯狂甩动。被人这样热烈的盯着，我突然有点不知所措。那个，你想喝点什么吗？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紧张的时候会飙烂话，说出口的那一瞬间，我简直想撤回这句话。他缓缓凑近我的嘴巴，红着脸含混不清的说，点一杯芋泥波波奶茶，不要奶茶，不要芋泥，要波波，可以吗？滚烫的鼻息打在我的脸上， Alpha 的信息素缓缓释放了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一个青涩的吻便印在了我的唇上。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脸上发烫，好甜，是我的味道。第二天，江明婷截图发了张谢特的朋友圈，好奇的问我，你跟我弟干什么了？这家伙都进医院打石膏了。只见谢特在朋友圈怒骂，狗逼卸任，夫妇混合双打算什么本事？跟我单挑啊！你们所有人在巴结谢猪的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我的仇人。我嗤笑了一声，小三的儿子就是不懂事，圈子里有脸面的，谁瞧得上他？这几天继父一直打我的电话，都被我挂了。他们不一样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毕竟论权势，谢家已经没落，不然也不会想到要我联姻。当年我的 Alpha 父亲事业如火如荼，可少不了我爸爸家族的助力。自从没了这个助力，就出了大问题。而我已经和我 Omega 爸爸的家族陆家频繁联系起来，慢慢蚕食着谢家的股份。如今已万事俱备，而第一步就是拿下那个重中之重的竞标。竞标落下帷幕，幕后的赢家当然是我。我的公司蒸蒸日上，谢特输了竞标，听说伤刚好的他又被狠狠的打了一顿。那之后，他手下的业务在我的各种打击下又接连失利。他发了疯似的到处打听着，到底是谁让他输得这么彻底。谢总，您的弟弟想拜访您，还送了份大礼。我敲着二郎腿，抿了口咖啡。那就见见吧。谢特一脸谄媚的走进会客室，却在看见我的脸时眼睛都要瞪出来了。怎么会是你，谢任？你小子耍我！他一脸吃了屎的难受表情。我的事情全都是你在背后搞鬼。我愉悦的答应着，好整以暇的看着他。你还满意吗？我可怜的蠢弟弟。滚！你才不是我哥，你哥 Mega 敢整老子，老子跟你拼了！说着，他就释放出他恶臭的信息素，妄图压制住我。会议室内的信息素浓度警报器剧烈的响了起来。谢特快速接近着我，却被人一脚踹飞了出去，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。江明琛，你们两个狗男男不得好死！江明琛的信息素将谢特压制的起不来身，我用光亮的皮鞋碾住他的脸。谢特，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跟我狗叫？他眼睛血红的看着我，等着父亲找你算账吧。哦，我玩味的一笑，我的父亲，他应该已经自身难保了吧？接下来短短的1个月里，谢氏爆出丑闻，股价狂跌。在江家和陆家的帮助下，我大量收购股份，在我 Alpha 父亲疯狂的咆哮声中，我被选举成为谢氏集团的新任董事长。父亲，你已经老了，可以歇歇了。我拍了拍父亲气得发抖的脸，他已经被我捆了起来，不久之后他就可以去全世界最好的养老院养老了。我可真是个大孝子。我笑着注视着眼前的男人，爸爸知道的话也会很开心吧。你要去的地方不会有任何其他人的信息素，你会在一次次发作的一感期里痛苦的度过，直至发疯。哈哈哈哈哈！
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干脆我把你那情人和蠢儿子一起送过去好了。我露出一个怪异的笑容。把你绑起来，让他们给你送饭送菜，擦屎擦尿，看着你成为一个废物，一个疯子。你猜他们还会爱你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大笑着出去，背后是我父亲疯狂的咆哮声。我没有回头。正式掌管谢家的产业后，我的身份一下子就和那些二代不一样了，各种牛鬼神蛇都贴了上来。我看着面前年轻俊朗的 Alpha， 不动声色的听着他侃侃而谈，说着自己的方案。他叫林明，林家的一个后辈。因为自身在家族中是边缘人物，所以妄图从我的手指缝里得到一点金子。谢总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对面的人眼神纯净温良，专注的注视着我，像最温驯的小鹿。我却感觉到他的皮鞋颤抖着蹭上我的小腿，一路向上滑动。挺好的，我面无表情的看着他。林明仿佛得到了某种恩准，激动的拿起酒杯靠近我。谢哥，我敬你一杯。我抬眼看了他一眼，一下踢在他的腿弯处，他瞬间跪伏在地，红色的液体洒在他的衬衫上，倒是看着秀色可餐。面前的 Alpha 却没有恼怒，跪在地上抬头望着我，声音颤抖。谢哥，我会比江明琛更听你的话，他就是个废物，配不上您。我勾唇微笑，坐在沙发上，双腿交叠，睥睨着他。什么 Alpha、Omega、Beta， 在绝对的权势面前从来没有区别。我脚尖轻轻一踢，林明的脸就歪了过去。我扯过他的领带，在他的耳边宣告，他如果是废物，你就是地上的渣子。当我的狗，你还不配。林明失魂落魄的瘫在地上，我目不斜视的踏过他，走出了会客室。把他赶出去，以后这种人不用再汇报给我了。另外帮我准备一套新衣服，不然我的小狗会吃醋。我的小狗不仅会吃醋，还会惶惶不安。我是不是很没用？作为一个 LFO， 江明琛眼睛红红的看着我。我亲了亲他的额头。没有谁规定 Omega 就得弱小， Alpha 就要强大。我很喜欢你现在的样子。我在他的腺体处深深嗅了一口，如果可以，甚至想永远将你关在房间里。不过江明琛并非没有自己的事业，在得知他的画作得奖时，我很惊讶。虽然以前就知道他好像是艺术生，但我从来没深入的了解过他。过年时，我跟着江明琛回了他家。吃过饭后，江明婷贱兮兮的对着我笑，我弟可算是得偿所愿了，不枉我煞费苦心啊。我疑惑的望过去，江明婷看了看被家人拉住的江明琛，悄悄对我招了招手。过来，给你看好东西，会让我弟砍死我的好东西。嘿嘿，我对这件江明琛会砍死他哥的好东西抱足了期待，可当我真正看到时，还是被震撼了。100平米的画室里，竟密密麻麻的挂满了我的画像和照片。江明婷摸着手臂打了个哆嗦，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可把我吓坏了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完蛋了，我弟是个变态，被他喜欢上的那个人真倒霉。不过后来我发现你好像也挺变态的，哈哈。我走近摸上一张画像，这些画大多都是我更青涩时的样子。为什么？我的声音有点沙哑。江明婷挠了挠头，有点羞于启齿。我弟不是从小就挺弱的吗？高中那段时间我出国读书了，听说他被欺负得很惨，而你像那个什么天神降临一样把他拯救了。他天天给我发信息，说有个人一个人打5个 Alpha， 是他的偶像巴拉巴拉，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。最离谱的是，他说他分化成 Omega 后一定要嫁给你。我当时就让他清醒一点，你们甚至没见过面，然后就有了这个画室。江明婷睨了我一眼，你知道大学时我为啥非要跟你做朋友吗？我的嘴角不自觉的翘起，扬了扬头，让他继续说。哎，还不是因为那个小兔崽子上的是艺术院校，追不到你的屁股后面，他求着我要我去跟你交朋友，还让我拍你的照片发给他看，我真是老脸都丢尽了。我不禁笑出了声，难怪大学时有段时间觉得江明婷挺不正常的，差点以为他是变。然后呢？江明婷叹了口气，造化弄人呗。我本来想着你谢家和我们江家也算门当户对，准备等合适的时机就介绍你俩认识。谁知道你分化成了 Omega， 他倒变成了 Alpha。
当时他先分化后，在家里哭了3天3夜，差点哭成个小瞎子，那可把我心疼的哦。幸好没过多久，圈子里就传出消息说你分化成了 Omega， 你家在为你物色 LFL， 本来谢家当时亏空很大，我家不想多惹是非来着。结果那小子屁颠屁颠的就把自己的册子递了上去，还要我这个哥哥拉下脸亲自把弟弟给嫁出去，我真是倒了大霉。那段时间江明婷一直跟我叨叨他弟有多乖有多听话，我当时倒是没怀疑过这些，只觉得我俩是好哥们，他想帮我一把，没想到背后的真相竟是这样。我的手指轻轻的抚摸过那一排排的画，每一笔都是那么细腻。当时江明琛或许就坐在操场上，或许在我的窗户边路过，或许悄悄躲在某个柱子背后默默注视着我。你害怕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很少感受过爱的我，竟在这间画室里感觉到了十足时的安全感。我不觉得撩人，反倒觉得心里暖乎乎的，甚至想立马开一间画廊，把我的 Alpha 养在里面。太好了，我是变态，你也是变态，我们谁也不用对谁感到愧疚了。跟着江明婷下了楼，我就看见江明琛气喘吁吁的跑过来，脸上红扑扑的，漂亮极了。我哥他带你去哪里了？我把冰凉的手放在他暖烘烘的脖子上，笑着看他。你哥带我去你的房间逛了逛，他松了口气，伸手抱住我，把下巴放在我的肩上。永远永远永远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我很听话的，我轻轻的在他耳边说道，我很爱你。他红了耳朵，抱着我腰的双手收紧，我不会背叛你，我知道他不是打不过我，也不是害怕我，他只是心甘情愿被我驯养。